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坛大小事，我是林雅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拜月亮之神的重要节日，就是中秋节。那中秋节呢，就是月亮之神的大日子，也是月神法力最强的时候。那如果说在这一天呢，补运补财，或者说求姻缘，都可以得到呢比平常更大的加持。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得到月神的加持呢？这一期呢，我们整理了5招中秋节的开运方法，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拜月亮之神。那月亮之神呢，也就是俗称的太阴娘娘。月亮里面真的有太阴娘娘，真的有神明住在里面。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我修行的一些经验哈，那就是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刚开始要学通灵之路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抬头看天空，我就忽然看到说，月亮里面真的有太阴娘娘。我看到月亮里面有住一个很漂亮的神明。在我的认知，我觉得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女神哈，我觉得她就是嫦娥。我不知道坊间的解读是怎么样，那我的认知，我觉得她就是嫦娥。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去拜月亮，它本身就是尊称为太阴娘娘。那什么时候太阴娘娘的法力会特别强呢？就是在满月的时候。那尤其呢，又是在中秋节当天，是一年当中法力最强的日子。而且这一天呢，太阴娘娘也会特别的帮大家来做加持。当然平常就可以拜，只是说中秋节这一天，太阴娘娘她的法力会特别的强。好，那如果有的人会说，我中秋节当天我没有空哈，那没有关系。如果说在中秋节前后这几天哈，那都可以去拜太阴娘娘，她这几天的法力都会比平常还要强。那大家可以把握这段时间。那像我在办法事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是特别需要太阴娘娘的加持，那我就会特别交代信徒说，我前面帮你做的，然后后面的最后面有个动作，就是你一定要在月圆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再去特别的祈求太阴娘娘，然后我们整个法事才会圆满。那因为呢，满月的时候那个能量真的会特别的强，那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去拜太阴娘娘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这是我办事多年以来的一些小撇步，然后一些感想，然后我跟大家分享。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中秋节，它也非常适合去拜月老。那因为农历8月15号，除了是太阴娘娘的大日子，同时也是月老的生日哦。所以呢，有想要求姻缘求孩子的人，可以把握这一天开运能量特别强的时候。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在月老生日这一天呢，我们就是亲自去拜拜，然后亲口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再来，当然要记得哦，你要跟他讲我的八字、我的状况、我的需求哈。那我想要求姻缘，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思说清楚。这个我们所有的程序或者说我的愿望、我的八字、我的住址、我的需求全部都要讲清楚。那如果说我有特别的需求那当然我会建议说大家这一天如果去拜拜的时候尽量如数，然后尽量要带贡品不要空手去这样子。因为有时候那个心思是互相的，有时候我们跟他巴结一下、塞来一下，有时候就会特别那个能量会特别的加强。那当然这个是针对大家啦那如果说有的人，如果说有的特殊状况的譬如说我这一辈子的姻缘已经被挡掉了，可能我就必须要出家的那或者说我跟我的冤亲债主结怨，然后或者说我身边已经出现比较不好的对象，那可能我就会跟他说，你要往包府千岁的大庙，或者说城隍爷的大庙，或者是关圣帝君然后或观世音菩萨，这个是依每个人的那种状况来分别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中秋节有一个也很适合拜拜的神明就是土地公大家都知道土地公可以帮忙求财，但是他不是说什么大富大贵，那但是基本上的平稳，或者说四方财，或者是我做生意会比较顺利，这个基本上人家在讲说有求必应那有时候土地公真的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会保佑你比较顺利。因为中秋节这一天呢，也是土地公的成道日，那所以呢，对土地公来说，今天也是呢土地公爷爷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我们在这一天呢，也可以准备土地公爷爷呢喜欢吃的贡品基本上喜欢吃软软的东西，因为他老灰譬如说麻糬啊、麻辣啊或者说他喜欢饮个酒譬如说米酒头，然后有时候呢再来个花生这些都是土地公爷爷他比较喜欢的一些食物那我们有时候去跟他塞那一下、巴结一下，然后记得不要空手去，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买个贡品去拜土地公爷爷，他老人家他都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很喜欢说哇这些人
来看我，他都有那个欢喜心哈，真的是很像个老顽童，很可爱。土地公爷爷也是跟大家最靠近的一位神明。那当然了，每个人家里附近都有土地公庙哈，那你不用分大小，就是可以利用，譬如说下班啦，或者说路过的时候哦，都可以去跟他老人家问个安，然后去拜拜，有时候暗中也会得到一些助力。那所以呢，大家平常就可以多去拜拜。那只是说呢，中秋节这一天，那我们可以特别的再准备一些贡品，然后去问候他老人家。那不要说那平常都不见踪影啊，那有事情的时候那忽然出现有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心思难成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第4个求好运的方法就是点灯。那如果说年初忘了点灯的人，那记得中秋节这一天也可以特别去点灯当然点灯有很多种那比如说文昌灯、光明灯、开运灯、太岁灯。那为什么会说中秋节这一天去点灯呢？因为它有特别祈福的作用。本来我年初有点灯，但是我中秋节这一天我再特别加强的话，可以让我下半年的运势比较容易心想事成。那第5个呢，就是祭拜祖先因为有祖先才有我们，一定要记得慎终追远的道理。有时候有的人看得到了就知道说祖先会回来跟我们团聚当然没看到的话就会觉得说我公公摆，那没有关系有摆东有波比，记得那就当天的话就准备一些比较丰盛的贡品，然后祭拜自己的祖先，然后请他们回来围炉如果还没投胎的，在这个重要的节庆他们都可以特别得到允许，然后回来我们他原本往生前然后跟家人相聚的地方如果说你们有搬家的话，可能要稍微点香跟祖先讲一下就是我搬到哪里，那请他到哪里再跟你聚餐，再回来吃饭这个要讲清楚才不会说有时候祖先回来然后到旧的地方去会找不到我们。那当然中秋节当然就是全家团圆的日子那如果说有的我们的家人可能他人在远方在打拼，可能比较忙碌那我们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可以帮他点香点香呢，譬如说就讲说我们家什么人因为他路途比较遥远，可能他有事情耽误了没有办法回来，然后帮家人然后点香跟那个祖先问个安那请他保佑我们出外打拼的家人。我们不要只记得烤肉然后吃丰盛的大餐，然后呢把祖先忘记了大家要稍微注意要跟大家跟朋友欢聚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一天我们真的要真心诚意，然后祭拜祖先，慎终追远，然后请他保佑我们一切平安顺利，然后真的祖先好我们也会好。那以上呢就是中秋节的5个开运的方法。那除了去庙里拜拜跟神明请安，大家呢也可以拜家里的祖先，另外呢再加上点灯啦补运这些动作，那就像这样子多方面的配合，那我们可能这里不足的补一点，然后那里不足的我们补一点，然后呢我们也才能够得到更全面的帮助。那今年中秋节有3天的连假，大家看完这支影片呢，那在中秋节连假你们有想要去哪里拜拜啊，去哪里游玩，大家也可以提前好好的规划。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我是林雅瑟，我们下次影片见，谢谢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影片的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跟一个大姐的互动。最近呢有个大姐，然后她在网络留言，然后跟我对不起，然后她很好玩，她就说对不起我以前误会你，可是我不知道她，因为我没有跟她聊天，我只有看到她留言，那我不知道她从哪里觉得她误会我，然后她又觉得说她现在了解我。好，那没有关系，有时候大家会因为误会然后后来才变成了解。我们会去做这个 YouTube 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要站在第一线，然后接受人家批评的勇气，那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修行修法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走的路你们没有特别的了解，可能他们会觉得有疑惑，然后会觉得说阿嫂可能在吹牛什么，没有关系因为我都有在庙里，只要办事时间我都会在庙里，我会尽我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大家。过去对我误会或者说对我了解的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好朋友。谢谢这个大姐她跟我留言，谢谢你愿意花很多时间来去看影片，然后来从中了解我。那我非常谢谢大家来在这边在林阿嫂的频道来跟我结缘，谢谢大家。